良久，蓝忘机身形一动，正要将散落的衣袍披上，魏无羡猛然回神，不假思索地拽住了他的手。界边痕既是耻辱的象征，自然也是受罚者的难言之隐，强行追究，视为失礼。可魏无羡此刻全然顾不得礼数，这个伤既然是出现在了蓝忘机身上，那他就必须问个清楚。二人僵持不下，终于一个低低的声音从他身前传来：不夜天。魏无羡快速在脑海中将这个词过了一遍，却想不出这能跟蓝忘机受罚有什么关系。蓝忘机微微侧身，见他一脸茫然，打量了他一会儿，迟疑着开口：你不记得了？魏无羡皱眉：记得什么？片刻静默后，蓝忘机喃喃道：我同你说的话，你也不记得了。魏无羡双眼大睁，心中陡生一股强烈的不祥之感。他屏息道：什么话？自他亮明身份以来，蓝忘机平日里对他的千般谨慎，万般小心，还有方才在床上那极致的克制隐忍，诸多古怪举动，魏无羡全都看在眼里。可他虽是心中有意，却让知晓蓝忘机心意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想当然地觉得蓝忘机不过是囿于家规礼数，脸皮又薄，才会一直战战兢兢，畏喜不前。可如今看来，难道蓝湛曾经跟我说过什么话吗？蓝忘机神情复杂，摇头作罢：不重要了。这怎会不重要？从天上到地下，从上辈子到这辈子，找不出比这更重要的事了。魏无羡凑近了些，靠着床边蹲下，小心翼翼地直视着蓝忘机的眼睛，一字一句道：蓝湛，你到底跟我说过些什么？漫长的沉默后，蓝忘机机不可闻地道：什么都说了。什么都说了？什么都说了？魏无羡头脑一片空白，旋即又道：那我呢？我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蓝忘机抬眼向他投去一瞥，眼帘低垂，眉头渐渐蹙起，像是忆起了什么深重的痛苦。你说。他微微启唇，滞涩地吸了两口气，终是摇了摇头，不语。但凡魏无羡还有几分良知未泯，此时此刻都知道他不能再问下去了，他也无需再问下去了。魏无羡终于明白，为何在他表明身份后，蓝忘机会对他毫无表示，非但不向他倾诉衷肠，就连每一次靠近他都似逆风直拒，如履薄冰。因为该说的他早都说过了，而他的所有念想和希望，早在前世就已经被魏无羡亲手斩断。思及此处，魏无羡心中又是一揪。那他这阵子在蓝忘机面前一次次沾沾自喜地确认他对自己的心意，再到今日那么轻浮地爬上他的床，粗鲁地撩拨他，非要从他嘴里逼问出一句喜欢，这无异于将他这么多年默默忍受的伤痛和一颗早遭拒绝的真心全然踩在足底，再嬉皮笑脸地碾上一脚。魏无羡舌头打了结，像是让人扼住了喉咙，一丝声音也发不出。夜色深不见底，不断绵延拉长。许久，蓝忘机长叹口气：你若是想回房，那便。不。魏无羡急声打断。他心中一团乱麻，不知该如何面对蓝忘机，更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曾经造下的孽。但他无比确定，他不想回去，更是不能回去。魏无羡斩钉截铁地道：我不要回去。蓝忘机闻言，神色毫无变化，仿佛魏无羡是走是留，都在他心里掀不起波澜。他淡淡的点头，又道：你先放开，我穿衣。这时魏无羡才发现，刚才自己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了蓝忘机的衣角，立刻松开了手。蓝忘机面色颓唐，皮意尽显，缓缓伸出手去，将滑落到腰间的衣袍抻平，有气无力地往肩上一披。魏无羡看见那衣袍布料活生生从他后背上擦过，倒吸一口凉气，脱口而出：慢点儿。蓝忘机看了他一眼，魏无羡觉得自己蠢到了家。蓝忘机背上的伤
都结痂不知多少年了，早就不会再疼。而他最疼的时候，自己也从不曾对他好言过一句，这时候又来假惺惺的做什么？蓝忘机穿戴整齐后，从床上起身，在一旁的橱柜中翻找来一副备用的枕头和被褥。魏无羡倚靠在床头，定定地望着蓝忘机略一弯腰，将枕头轻放到自己身后，又为他将被子掀好，接着默不作声地在他身边躺下，二人肩挨着肩，一语不发。蓝忘机突然开口：“魏婴。”魏无羡转过头去，听见他道：“我一人做事，一人承担，你无需对我有愧。”一夜无眠。次日一早，二人启程上路，谁也不提昨晚的事，却都暗自明白，他们之间横亘着一些不清不楚的东西。这对蓝忘机倒也没什么影响，反正他本来就不怎么说话，甚至都看不出是尴尬不尴尬。可魏无羡则有苦说不出了。二人行至姑苏境内一个小镇，落足吃午饭时，魏无羡听见周围传来软软糯糯的姑苏话，本想哄骗蓝忘机说两句来听听的，结果话到嘴边，又委屈巴巴地咽回了肚子里。到了云深不知处山门口，魏无羡见那密密麻麻的规训史上，家规竟比过去翻了一番，正想扭头跟蓝忘机狠狠发几句牢骚，又不情不愿地逼自己闭了嘴。鸟鸣转转，钟音沉沉，二人款款步入云深不知处。蓝忘机领着魏无羡去了他平日起居的净室，让他暂坐歇息，自己则先行去找蓝曦臣说话。魏无羡昨晚本就彻夜未眠，一个人孤零零在净室干坐着，不一会儿就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再醒来时，净室空无一人，仍不见蓝忘机踪影。他实在待得有些无聊了，便出了门。魏无羡四下随意走动，偶然途径一处绿竹隐隐的庭院，看起来雅致极了。庭院门扉虚掩，门口有个木匾，上书韩氏。魏无羡并不知此处是何地，脚步未歇，正要经过，却远远瞧见那屋子里两道雪白的身影。再一看，正是蓝氏双臂。他便轻推门扉，径直走了进去，见他们正在交谈，表情甚是凝重，不好意思打扰，便耐心在院子里一片绿竹中伫立等候。没多久，蓝忘机便透过窗户发现了他，目光定定地望了过来。蓝曦臣也巡视望去，惊讶地张大了眼，匆匆赶到他面前，惊道：“魏公子，你是怎么进来的？”魏无羡猛猛地眨了眨眼，心里一紧。我见门开着，又看见你们在屋里，就进来了。常言道，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即便他早800年就不在云深不知处听学了，当初在这里3天2头挨一顿罚的经历，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如今听见蓝曦臣这话，他下意识就开始犯嘀咕：完了完了，难不成我又坏了云深不知处哪条规矩？不会吧，我这才刚睡醒啊！魏无羡病急乱投医，朝蓝忘机使了个求助的眼色，全然忘了他就是当初那个罚自己最多的人。蓝忘机看向蓝曦臣：“兄长。”蓝曦臣无视他，对魏无羡道：“你直接走进来了。”魏无羡点头。蓝曦臣睁大了眼：“那门口的结界，你……”话音未落，蓝曦臣扭头，目光唰地投向蓝忘机，接着长吁了一口气。蓝忘机垂下眸子，蓝曦臣摇了摇头，对魏无羡道：“既然来了，那便烦请魏公子到屋内说话吧。”三人掀开韩氏的竹帘，缓缓走进屋内，随后封锁门窗。魏无羡开门见山道：“邹无君，刚才韩光俊可有告诉你我们这一路的遭遇？”蓝曦臣道：“尚未说完。”他可有告诉你，在金陵台时，我是如何让人以献舍邪术带回人世？说了。那他可有告诉你，阿松少主的嬷嬷偷偷递给我一只香蕉，求我彻查阿松少主之死？蓝曦臣点头：“嗯。”那你可知魏阳柳宗主在金陵台清谈会后丧命一事？蓝曦臣拧了拧眉：“嗯。”那你可知我们此次造访云深不知处，
是因为发现了独秀领五声笛音的玄机。忘机正要与我说，既然此曲乃我在共琴中亲耳听闻，那么便由我来为泽无君吹奏吧。说完，魏无羡从袖中掏出手记的乐谱，递给蓝曦臣，又请他为自己找来一管笛子。一曲吹罢，魏无羡从唇边取下白玉笛子，说道：“我刚才吹的是其中4段旋律，想必你也听出来了。除了部分旋律略有差池，整体与清新选曲《喜华》极其相似。”蓝曦臣颔首，缓缓道：“的确相似，几乎无从分辨。”现在我来吹剩下的一段旋律。